一次坐邮轮最容易有一个误区，觉得邮轮嘛，不就是买好船票，带上护照，到码头登船，然后就可以开始吃喝玩乐了吗？但邮轮其实有一套自己的规则，这些规则你提前知道，坐邮轮会非常省心，非常舒服。但如果你完全不知道，真的有可能出现很尴尬、很崩溃，甚至直接毁掉整趟旅行的情况。所以今天我要和大家分享第一次坐邮轮最容易毁掉旅行的6个大坑。这期可不是劝退你坐邮轮，恰恰相反，邮轮本身非常适合带爸妈带小孩全家一起旅行，它不用频繁换酒店，不用每天拖行李，吃饭娱乐住宿交通都集中在一条船上，但前提是你要提前知道邮轮的规则。第一个坑也是最严重的坑，就是证件问题。第一次坐邮轮最怕的是你花了钱，结果连船都没上去。船票只是你买了这趟旅行的资格，但真正决定你能不能顺利登船的是你的护照、签证、身份文件、船票姓名以及整条航线的入境要求。而且证件翻车通常不是你没带护照，更常见的是一些很小很细但非常致命的问题，比如护照有效期不够。你可能会觉得我的护照还没过期，为什么不能上？但有些航线、有些目的地、有些邮轮公司可能会要求你的护照在旅行结束之后还要有足够长的有效期，所以不是说坐邮轮的时候护照没过期就一定安全。再比如签证问题，很多第一次坐邮轮的人都会问，我不下船还需要签证吗？邮轮只是停靠一下也需要签证吗？我有美国签证，去加勒比、墨西哥、加拿大、日本、欧洲够不够？这些问题千万不要只靠网友回答，因为邮轮证件要求不是看别人怎么走，而是看你自己。你是哪本护照？你从哪里上船？中间停靠哪些国家？你最后在哪里下船？这些都会影响你能不能登船。邮轮签证最危险的想法就是我不下船应该没事吧？问题是有些航线能不能登船，不只是看你想不想下船，而是看这条航线整体要求你有没有资格进入、经过或者返回相关国家和地区。所以证件和签证问题千万不要凭感觉。还有一个特别低级但非常容易出事的问题，就是姓名不一致。比如船票上的姓和名写反了，护照上是拼音名，订票的时候用的英文名，中间名漏写了。小孩的出生证明、护照、船票上的姓名不一致，或者旅行社家人帮忙订票时拼错了一个字母，到了码头才发现柜台人员未必有权限帮你现场解决。所以船票、护照、签证、居留卡上的姓名最好从一开始就要核对清楚，不要等到出发当天才发现。还有一个小坑，证件原件放进了托运行李。邮轮登船的时候，大件行李通常会先交给工作人员，晚一点送到房间。但你在码头办理登船手续时，护照、签证、船票、信用卡这些东西马上就要用，所以护照、签证、船票、保险文件、重要药品千万不要放到托运行李，一定要随身携带。总结一句话，邮轮证件不要靠猜，不要靠网友经验，也不要靠现场解释。出发前一定要看自己的船公司、自己的航线、自己的护照身份要求。如果说第一个坑会让你上不了船，那第二个坑就是你上了船，但可能回不了船。很多人第一次坐邮轮，最期待的就是每到一个港口，可以下船玩，可以自由行，可以报岸上团，可以去城里吃饭、逛街、拍照、买东西。但这里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规则，邮轮不会因为你还在路上就一直等你，尤其是你自己下船自由行，如果迟到，风险基本就是自己承担。邮轮有自己的离港时间，有港口安排，有航线计划，有下一站行程。你晚回船不是简单让司机等你5分钟的问题。这里面最容易踩的第一个小坑是把开船时间当成回船时间。比如你看到船是下午5点离港，你以为4点50到码头就可以，但实际上船上通常会有一个更早的全员回船时间。你回到港口之后，可能还要排队安检、刷船卡，走很长一段码头通道。如果你带爸妈带孩子，还要考虑他们走路慢、上厕所
找入口、找集合点，所以一定要记住，开船时间不等于回船时间，真正要看的是船上通知的全员回船时间。第二个特别容易踩的坑是搞错船上时间和当地时间。游轮最容易让新手混乱的地方就在这里，你人在一个国家，手机可能会自动切换到当地时间，但船上的广播集合、岸上团、回船时间有时候看的是船上时间。你看手机觉得现在才下午3点，还有1个小时，但船上时间可能已经下午4点了。这1个小时的误差就可能让你从还来得及变成船已经走了。尤其是自由行，不要按照最理想的情况算时间。你在地图上看到港口到景点只要30分钟，现实可能是下船排队20分钟，出港口走15分钟，打车等20分钟，景点排队1小时，回程开始堵车，到了港口还要重新安检。如果你还带着老人小孩，这个时间只会更长。如果你报了港口外面的私人岸上团，一定要确认这个团是不是熟悉邮轮时间，是不是保证准时送回港口。邮轮方岸上团通常贵一些，但优势是和邮轮行程绑定更紧。私人团可能更便宜、灵活、体验好，但风险也要自己评估。总结一句话，邮轮上岸不是下楼逛超市，你离开的是一艘会准时开走的船。在邮轮上决定你能不能回船的不一定是当地时间，而是船上时间。前2个坑，一个让你上不了船，一个让你回不了船。第3个坑是你人在船上，但身体撑不住。第一次坐大型邮轮，经常会听到一句话：这么大的船居然不会晃。这句话只说对了一半，大船确实比小船稳定很多，多数时候也没有想象中那么晃，但它不是完全不会动。如果遇上海况不好、风浪大、航线季节特殊，或者你的房间位置比较靠船头，楼层比较高，还是有可能不舒服。尤其是本来就容易晕车、晕飞机的人，要特别小心。晕船最怕的不是你会不会晕，而是你完全没有准备。有些人上船第1天很兴奋，吃很多，喝酒，熬夜，到处跑，结果晚上船一开始头晕、恶心、想吐，第2天直接躺平。如果这趟邮轮只有3-4天，那等你缓过来，行程可能已经过半了。所以如果你知道自己容易晕车、晕船，出发前最好提前准备适合自己的晕船药、晕船贴。我可以分享一个我旅行怕晕车、怕晕船会备着的一个东西，就是 C-band。有时候看到我影片里面手上有个黑色的像运动腕带的东西，就是它，对我还真的挺有效的。它不是药，是物理性的，帮你按压手腕上的一个穴位。很神奇的是，就是对晕车、晕船确实有效。美国一般便利店都有卖，我看看能不能找到网上的链接，可以放在信息栏。主要一大优点，它不是药，不需要吃到肚子里。之前邮轮选房的影片我有分享过，容易晕的人可以优先考虑船中、中低楼层的位置。还有上船第1天不要暴饮暴食，不要喝太多酒，也不要睡眠不足。但身体问题不只是晕船，邮轮上还有可能遇到发烧、感冒、腹泻、摔倒、扭伤、过敏、小孩突然不舒服、老人血压不稳、慢性病药不够等等。邮轮上的医务室可以处理一些常见问题，也可以在紧急情况下提供帮助，但它不是免费诊所，也不一定能直接刷你平时用的医疗保险。很多时候费用会先寄到你船上账户，之后再看你的保险能不能报销，所以医疗准备一定要提前做好，常用药、处方药和原包装，还有病史信息都要准备好。虽然天气很炎热，但是如果是会晕船的朋友的话，我还是比较推荐做热带或者亚热带的航线的。根据我的经验，去做寒冷的航线的时候，比如说我之前去做过阿拉斯加的航线，去看冰川之类的，因为比较冷嘛，所以很容易躲在舱内，外面风太大了又冷，这样子就比较容易会晕船。我一般是不太会晕车，偶尔会晕车，但是我之前做寒冷的航线就晕船了。热带的航线我是还没有晕船过的。讲完生病和医疗，就必须讲保险。保险不是买了就万事大吉，买错了等于白买。
邮轮保险和普通旅行保险有几个特别需要注意的地方：船上医疗能不能保？海外医院能不能保？紧急医疗撤离保额够不够？既往症有没有限制？老人年龄有没有限制？航班延误导致错过登船算不算？行程取消、改赶、岸上活动取消赔不赔？行李延误、证件丢失怎么赔？很多人买保险只看价格，看到便宜的就买，或者觉得信用卡送的旅行保险应该够用，但等真的出事的时候，才发现最关键的一项没有覆盖。比如你飞去外地坐邮轮，如果航班延误导致你错过登船，后面的机票、酒店、追船费用，保险赔不赔？比如你带爸妈坐邮轮，爸妈有高血压、糖尿病、心脏病等既往病史，如果在船上不舒服，保险是否覆盖？还有你在岸上活动摔伤，这算普通医疗，算意外，还是某些高风险活动除外？还有就是邮轮因为天气原因改赶，岸上活动取消了，原本自己订的酒店、车、门票保险赔不赔？这些都不是出了事之后才研究的。买保险的时候建议不要只看保费多少钱，而是重点看几行字：医疗费用、紧急医疗撤离、行程取消、行程中断、错过衔接交通、既往症、行李延误、个人责任。如果你带老人坐邮轮，尤其要看既往症、年龄限制、医疗保额和撤离保额。如果你带孩子，要看发烧、意外受伤、行程取消。如果你要飞去坐船，要看航班延误和错过登船。这里不是要你一定要买最贵的保险，而是要买和你的风险匹配的保险。保险买的对，它是兜底；保险买错了，它只是一个心理安慰。第五个坑是房间，很多人第一次订邮轮只看两个东西，价格以及有没有阳台。但邮轮房间和酒店房间不一样，酒店你最多关心是标准房还是套房，景观怎么样。邮轮还要考虑船头、船尾、船中、楼上、楼下、噪音、晃动、走路距离、遮挡阳台。房间选错不一定会毁掉整趟旅行，但很可能让你的体验大打折扣。最常见的几个翻车场景，比如说住在剧院、酒吧、夜店附近，晚上低音震得睡不着；住在泳池甲板下面，早上工作人员拖躺椅，声音很明显；住在电梯口，出入方便，但人来人往，聊天声、脚步声比较多；住在船头高楼层，遇到风浪更容易觉得晃。带老人住的离电梯太远，每天从房间走到餐厅、剧院集合点都像在走迷宫。订的那餐房价格很香，但有些人走进去之后觉得很压抑，没有窗，没有自然光，时间久了不舒服。阳台房很贵，但你那条航线天气冷、风大，或者海上日少，最后阳台根本没有用几次。所以订房不要只问内舱、海景、阳台、套房哪个划算。关于邮轮选房具体的细节，我还是推荐我之前发过的邮轮选房的影片，可以给大家提供更多的参考。特别提醒一点，邮轮房间不是只看有没有阳台，也要看它具体在整艘船的什么位置。最后一个坑是行李，很多人第一次坐邮轮会按照住酒店的习惯来打包，比如觉得房间插座不够，带一个插线板；觉得衣服会皱，带一个挂烫机；习惯喝热水，带一个电热水壶；想拍大片，带无人机；想省一点酒水钱，自己带酒；想切水果，带一把小刀；怕无聊，带一些大功率电器或者奇怪的小设备。但邮轮不是酒店，它是一艘船，所以对火灾、电器、危险物品、酒精、无人机、药品等东西会更敏感。有些你觉得很正常的旅行用品，上船安检的时候可能会被扣下。具体邮轮必带和不能带的行李，我之前的邮轮行李影片也有很详细的介绍。
所以行李最好提前检查一遍。你可以在出发前把行李分成3大类，第一类是必须随身携带的东西，第二类是可以托运的东西，第三类是必须提前查清楚的东西，就是一些你不太确定能不能带的东西。总的来说，邮轮行李不是看你能不能塞进行李箱，而是看安检让不让你带上床。所以第一次坐邮轮最怕的不是邮轮本身，真正容易翻车的是你用普通旅行的思维去理解邮轮。普通酒店不会要求你考虑一整条国际航线的证件和签证，普通自由行不会有一艘船按时开走，迟到可能就把你留在岸上。普通度假村不会让你在海上考虑晕船、医疗保险和紧急撤离，普通酒店房间也不需要你考虑床头、床尾、上下甲板换不换、吵不吵。邮轮有它自己的规则，但只要你提前搞清楚，它反而是一种很省心的旅行方式。最后我想说，邮轮不是坑，没做功课才是坑。如果你是第一次坐邮轮，或者准备带爸妈小孩坐邮轮，建议到我的频道看一下，还有很多邮轮旅行攻略。也欢迎大家在评论区告诉我，你最担心邮轮翻车的是哪一个。那我们下一期影片再见，拜拜。